乌克兰同意30天停火提议，美国恢复对乌安全援助和情报共享。欧洲举行巴黎会议，在乌克兰建立国际安全部队。乌军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莫斯科，俄军夺回近8平方公里库尔斯克土地。西维尔斯克乌军粉灭俄军进攻，摧毁39套装备，消灭159名士兵。波兰震撼整个欧洲，1天半筹集30万美元援乌。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据战争研究所3月11日报道，美国和乌克兰在3月11日的会谈中就与俄罗斯全面停火的条款达成协议。据美乌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乌克兰同意接受美方提议，与俄罗斯连时停火30天。美国则同意立即恢复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安全援助，同时开始与俄罗斯接触，争取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夫洛·帕利亚3月11日正式称，美国已经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CNN 援引一名乌克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也在3月11日完全恢复了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至于俄罗斯何时会做出回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表示，他将在未来几天与俄罗斯同行交谈。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则在3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道：“尽快。”他称，美国将通过多种外交渠道将停火协议通知俄罗斯。如果俄罗斯说不，那我们就会知道和平的障碍是什么。美乌发布的联合声明强调称，俄罗斯的决定是实现和平的关键。如果各方都同意，停火可以延长。此外，美国和乌克兰还同意尽快敲定矿产协议，重申了欧洲将参与和平进程，以及讨论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救济，特别是在停火期间遣返战俘、被拘留的平民等。对于这场美乌会谈，美国、欧洲、乌克兰各方领导人均做出了回应。美国方面，特朗普对乌克兰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同时希望普京也尽快同意。特朗普表示，他将和普京通话，希望俄乌停火提案将在未来几天内得到确定。泽连斯基则对美乌在沙特的建设性会谈向特朗普表示了感谢。他在一段视频中重申，乌克兰接受美国的停火提议，称这是积极的，且已做好了准备，现在只等美国说服俄罗斯停火。泽连斯基还表示，在俄罗斯同意美国提议后立即停火。停火将包括停止整个前线的作战行动，暂停远程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及停止黑海行动。俄罗斯方面，其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在接受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采访时表示，我们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与美国代表进行接触，但尚未做出准确回答。不过，据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声音，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名代表，在3月11日基本上拒绝了此次停火提议。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代表、前第58联合武器集团军司令维克托·索博列夫中将在联合声明发布后表示，俄罗斯不应该接受30天停火提案，因为这将允许乌克兰重新武装和重新集结。一些俄军事博主更是声称，接受停火将是纯粹的背叛和破坏，质疑在没有实现俄罗斯战争目标的情况下接受这一停火提议的目的，认为美国和乌克兰可能会在未来放弃和平，俄罗斯态度有待进一步观察。欧洲方面，各国领导人纷纷对美乌会谈的结果表示热烈欢迎，如英国首相斯塔默称这是乌克兰和平的重要时刻，我们现在都需要加倍努力，尽快实现持久安全的和平。他表示，现在要由俄罗斯做出决定了，并补充说，俄罗斯现在也必须同意停火并结束战斗。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也表示，乌克兰已经再次表现出寻求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意愿，俄罗斯必须做出回应。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美乌会谈结果作出回应称，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是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关键一步，现在只等俄罗斯的决定了。此外，冯德莱恩还说，欧盟已准备好与其合作伙伴一道，在即将举行的和平会谈中充分发挥作用。如据路透社报道，来自欧洲的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34名军事官员于3月11日在巴黎举行会议，评估了其军队在战争永久停火的情况下维持乌克兰长期军事实力和保障乌克兰安全的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表示，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也表示，法国将拒绝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形式的非军事化。那此次会议后，欧洲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美联社3月11日援引一名法国军事官员的话报告称，会议将讨论在乌克兰建立多国安全部队计划，该计划旨在保护乌克兰并阻止俄罗斯的下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名官员表示，建立的多国安全部队将拥有重型武器和储备，以帮助乌克兰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在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时自卫。报道称，有了欧洲安全保障的乌克兰军队，在未来仍是对俄罗斯再次入侵的最强大威慑。回到俄乌战场，在美乌会谈前夕，俄乌双方都加强了攻势。3月1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显示，俄军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俄罗斯各地击落了337架无人机，其中91架在莫斯科地区上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虽然声称没有特别大的损失，但当地确实传出了巨响。据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乌军成功袭击了莫斯科炼油厂和奥缪尔州的德鲁日巴石油管道设施，前者每年能加工1100万吨石油，覆盖了莫斯科市40%至50%的柴油和汽油。后者位于奥缪尔州斯塔洛诺克恩市，不仅控制着德鲁日巴石油管道内的流程，还向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港供应石油。此外，受空袭影响，莫斯科多莫杰多沃火车站、米拉托尔格公司停车场等地均发生火灾。莫斯科周边7个机场受到影响，暂停了运营。一些俄罗斯媒体表示，乌军无人机的打击目标并不是机场，而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干扰后偏离方向才打向了机场。据现场流出的视频显示，各机场周围的多段铁路线遭到了严重破坏，更多损失仍在澄清中。其他地区，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负责人科瓦连科中尉表示，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梁赞市的迪亚杰利沃空军基地和库尔斯克州。前者当地人声称基地附近发生了爆炸，后者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无人机与俄军防空系统展开了激烈交火，过程持续了数十分钟。俄国防部声称，俄防空部队在库尔斯克上空共击落了126架乌军无人机，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而俄军的行动即在美乌会谈前加大了对库尔斯克州乌军控制区的袭击，夺回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综合法新社和战争研究所报道，3月11日，俄军开始向苏架方向发起不计代价的疯狂攻击。据3月11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在苏架北部，据俄方消息称，乌军多个旅在11日战斗中从突出部北部撤退，尽管遭遇损失，但没有被包围的危险。而俄军第22摩托化步枪团和第155海军步兵旅趁机占领了卡扎奇亚洛克尼亚，并通过克尼亚日12、克尼亚日11推进到扎奥列申卡郊区。在苏架东南部，俄军占领了邦达列夫卡、扎莫斯特、马赫多夫卡以及科尔马科夫和德米特留科夫，目前正沿着 38K030 公路向斯维尔德里科沃以东推进。俄军第11空降旅则正从米尔尼向苏架本身推进。俄军在库尔斯克虽然借助外力突然突破，但火力军相信乌军不会轻易放弃库尔斯克这个筹码。此前，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就报告说，已经派出增援部队，包括电子战系统和无人机部队进行防御，此地后续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在苏梅州边境地区，俄军继续进行跨境突击。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俄军破坏和侦察小组最近持续向泰特基诺西南方向推进。乌克兰边防警卫队支队的助理负责人3月11日也表示，俄军破坏和侦察小组正在苏梅州和切尔尼戈夫州的国际边境沿线开展行动。为了站稳脚跟，俄军加强了对苏梅州边境地区的无人机和炮击。哈尔科夫方向战斗集中在赫里伯克、沃夫昌斯克、科扎恰洛潘等定居点。3月11日，俄乌双方展开了至少6次战斗。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阻击了俄军至少13次袭击，并成功在辛基夫卡方向展开反击，解放了约10平方公里领土。据活跃在这2个方向的乌军阿卡琉斯第429独立无人系统团的报告显示，该团士兵使用 FPV 无人机成功消灭2名，击伤2名俄军，摧毁了俄军1辆步兵战车、1辆坦克、1辆越野车以及1门 2S4 自走迫击炮。莱曼方向，据一个乌军旅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在该方向进行了一次排挤机械化突击，双方展开了至少31次战斗，但战线没有变化。不过乌方消息称，俄军正在增加对该方向的袭击次数。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据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布的视频显示，乌军在上卡米扬斯克附近成功阻止了俄军的营级机械化突击，在战斗中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3辆轻型装甲车、3辆越野车、2辆全地形车和14辆其他型号装甲战车，成功损坏了16辆装甲车。在人员方面，至少有159名俄军士兵被消灭。这次的成功阻击凸显了乌克兰继续承受和抵消俄军攻势的能力。托列茨克方向，乌军继续与城区反击，正在全力收复扎巴尔卡。
俄军则对市中心的森楚讷矿进行轰炸。一名乌军营副指挥官3月11日表示，俄军已恢复在托列茨克的步兵攻击。他说，俄军向该地区部署了大量新囚犯，且装备比以往更好。红军村方向3月11日，乌军在击穿俄军舍甫琴科防线后，正继续反击，目前已收复了约40%的面积。战争研究所评估称，乌军最近还向德鲁赫以西推进。乌军霍尔蒂察军事集团发言人特雷胡伯夫中校3月11日通报称，红军村方向俄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们在该地区投入了约12万兵力和大量装备，伤亡已超过6万人，但却没有抑制俄军部队进入过红军村边缘3公里以内。与其他战场不同的是，这里的俄军伤亡者中有40%是当场死亡，相当于至少有2万名俄军永远躺在了红军村旷野。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俄军缺少装甲设备。3月11日，一名乌克兰无人机营指挥官表示，俄军在该方向很少使用现代车辆，只是偶尔会用上苏联时代的旧车辆。正随着俄军部队的重新集结有所放缓，目前正以4到5人小队发起突袭。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重新夺回了布尔拉茨克地区北部和东北部的一系列阵地。南部战区扎波罗热方向，战争研究所称，俄军第247空降团3月11日占领了皮亚提卡基，并升起俄罗斯国旗。不过乌军尚未作出回应。据乌总参谋部发布数据显示，3月11日，乌军造成俄军死伤1300人，摧毁了11辆坦克、23辆装甲车、75门火炮系统。可见这一天绝对是俄乌双方近期打的最惨烈的一天。据希望之声报道，不到1天半的时间，波兰就筹集了约30万美元，向乌克兰提供用于医疗后送的装甲车。报道称，此次筹集活动由波兰社会学家斯拉沃米尔·谢拉科夫斯基和美国历史学家莫西·斯奈德发起。一经发起，就有超过11000人参与，其中大多是波兰人，但也有乌克兰人。他们转账的金额各不相同，从20波兰兹罗提到6000波兰兹罗提不等。除了捐款，他们还留下了对乌克兰的支持话语。有人称此次募集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全心全意支持他。也有人说，乌克兰，你们一定要赢。谢拉科夫斯基称，他无法相信居然这么快筹集到所需的金额，这是波兰与乌克兰关系的一个好兆头。同时他补充说，所筹得的资金将转交给乌克兰卫生部，由其负责采购。这次募集活动非常成功，因此募集被延长。目前他们正在为下一次医疗后送做准备。至于波兰官方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冲突爆发初期，他们把大批老旧军备送到基辅，转头就向韩国购买了大批现代化武器，之后又连续发布扩军信号。如今波兰总理图斯克又说，波兰全国的成年男性都要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的军队规模将从20万人扩大到50万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 1.25%。这在和平年代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比例。要知道，美国的现役军人占比只有 0.42%， 还在战时的俄罗斯也没超过 1%。同时，图斯克还宣布将把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 5% 以上，并通过魏玛三角机制寻求法国的核武保护。据韩联社3月5日报道，有3500多名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接受适应性训练，这又意味着朝鲜有可能第3次派兵援俄。同时，韩国议员于龙元指出，后续的朝鲜士兵可能会单独组成编队，因为俄朝联军仅在作战时才会接受共同指令，而在非作战时期，双方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他还表示，据朝鲜战俘透露，朝鲜士兵在乌俄战场上的主要任务仅是通过实战来积累现代战争经验。此外，韩联社还报道称，韩国获得了一份机密情报，指出朝鲜在其境内的黄海道古山郡设有模拟首尔、釜山、济州地形的训练场。根据报道，这份机密情报来自于乌俄战场上的朝鲜战俘，并由于龙元在采访中正式公开。他曾访问过乌克兰，在此期间还与2名战俘进行面谈，其中1名战俘表示愿意投诚，并提供了上述情报，但该情报的真实性目前尚未得到具体证实。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军与洛马公司合作，在 F-35B 战机两侧首次挂载了2枚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并进行整合与飞行测试。根据报道，美军曾于去年9月率先对 F-35C 战机挂载同型弹进行了测试，而此次将其整合至 F-35B 战机，旨在根据综合测试参数对整体计划做出相应调整，以提升美军的反舰打击能力。且除该导弹外，美军还在对 F-35战机
测试整合 AGM-158 系列导弹以及欧洲的流星导弹，提升该战机挂载各式武器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调整 F-35战机的供应链。援引保加利亚军事网报道，五角大楼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于去年11月的报告显示，打算将 F-35战机的制造和测试设备从土耳其迁回美国。根据报道 ，F-35项目办公室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根据去年10月进行的定价研究，其中探讨了从土耳其航天工业公司取回制造和测试 F-35零组件机器的可行性。包括从土耳其航天工业公司拆卸设施，到最后在美国存放的每个步骤，都会遵守严格的美国和国际运送标准。此外，土耳其在 F-35项目中角色的转变，还要从该项目的早期说起。当时，它身为合作伙伴国，由土耳其航天工业公司提供机身和起落架等组件。但在2019年，土耳其突然采购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等俄制装备，美国据此认为土耳其可能会向俄罗斯泄露 F-35战机的技术情报，于是将其踢出了 F-35项目。接着，五角大楼停止向土耳其交付 F-35战机，并开始逐步排查参与该项目的土耳其企业。在把土耳其踢出 F-35项目后，美国也曾尝试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但据2021年国会稽核处报告显示，重新指派供应商的成本大约在90亿美元左右，可能是因为预算不足等原因。直到去年，土耳其境内的 F-35生产基地和测试工具仍未完全拆除。如今五角大楼重提此事，并表示该行动已拖延太久，如果这些设施继续留在土耳其，就无法完全保证 F-35项目的安全性。同时，按照 F-35项目办公室计划，未来所有的 F-35关键制造都将集中在美国本土，后续还将逐步强化监督各个供应链。据 CNN 报道，为节省人力并缩减各部门支出，特朗普政府计划在今年8月前对该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进行重组，预计将会解雇约8万名员工，使总人数缩减至2019年的39.9万人。实际上，这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计划进行大裁员。例如，五角大楼曾于上个月计划解雇军队中大批量的文职员工，而且截至目前已经在对第一批缺乏关键任务的试用期员工进行相关的解除工作。据防卫博客报道，美国空军曾与五角大楼合作，开展一项名为“进取测试载具”的计划，旨在大幅降低成本的同时，也能快速并大规模量产先进且具精准打击能力的弹药。近日，这项计划取得了新进展，已选定安杜里尔公司的梭宇500型导弹以及 Zone5公司所推出的载具，将进入该计划下一阶段的研发，后续会交付美军进行测试。根据报道，梭宇500型导弹的战斗部重量大于45公斤，最大射程超过926公里，可搭载于 F-15E、F-16、FA-18EF 等战机，且该导弹还可适配于 C-17或 C-130系列运输机上的速龙托盘弹药武器系统。最关键的是，其单位量产成本仅约15万美元左右。在过去7个月的第一阶段竞争中，梭宇500型导弹已多次根据美军需求进行了调整与改良，并且在去年9月的飞行测试中，成功从传统平台进行垂直发射，并完成了超过30分钟的自主飞行。在此期间，验证了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进行目标获取和导引攻击等能力。预计在今年稍晚的测试中，还将进行自主协同作业、系统间通讯，以及在高复杂性环境中自主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以便美军依据作战需求选择最适配的平台。同时，其采用的模块化设计还为未来的技术升级预留了空间。据自由时报报道，由于城南空军基地会场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撞期，首尔机场将作为各国高层的专用机场，这导致原定于今年10月底举行的 ADX 2025首尔国际航天国防展需要更改举行地点与日期。此前 ADX 航展曾在 KNIC 展览中心举办，因此该中心可能会再次成为今年的航展会场。但与首尔机场不同的是，首尔机场有飞行场地，能够举行动静态航空秀，而该中心则是在室内展馆举行活动，存在空间高度限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主办方无法寻找到新的机场，那么航展上的动态秀表演将会被取消，这将导致航展失去原有意义。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会同意30天停火提议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